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4号，星期六，今天天还没亮就开机了。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，我自己安排一个小强度。今天把这件衣服穿上了，因为今天小伙伴们有几个人在大阪城跑15公里。今天我不跟跑那个15公里了，今天的课表是20组1分钟快慢。今天是热身是自由模式，一会儿我找到合适的平路就开始。今天咱们还是回评论啊，加油干！一会儿咱们前面拐过去就开始第一组了。今天视频有意思，应该是天黑着开始，结束的时候估计天亮了。我说的是20组结束的时候，20组1分钟快慢，一共要跑40分钟呢。我估计将近10公里，要看慢的那一组跑多慢。行，那咱们准备开始第一组，再有1分钟吧。现在我跑了19分多一点，等到20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说在评论区说也是感冒好长时间。我先明确一个我的观点啊，我是不太相信任何的所谓的长期影响和后遗症的，而且我相信人其实是状态周而复始，你不可能永远都特好，也不可能永远都不好。还有10秒，有时候就是有些东西叠加起来，凑巧罢了。开始。所以别想那么多，尤其是不要相信一点小病一搜就变成大病了。人还是没那么脆弱，都加油，只要不冒进就好了。所谓冒进就是您别发着烧还去跑强度或者去拼命比赛。那第一组跑完了337，有点快。初跑者心率特高，想跑有氧，但是呢很难，因为在有氧心率里配速太慢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才说所谓的按心率区间跑或者该快该慢这种不适合初跑者，真的不适合。你只要是健康没有病，确定没有什么问题，就一开始前2年还是先想想怎么能把速度变快，等您能有一定速度基础了就好了。还有几秒，1分钟好快呀！开始。昨天我视频的封面是11月7号在大阪城这儿有一个大阪马拉松的配套赛事，儿童的运动节，儿童体育节。338。所以前2年跑的时候，还是想办法怎么能更快。
您不用想太多，也不用关注太多。比方说，您能跑5公里了，那您就在不累的时候，想着能不能比上次快一点，就特别简单，不用那么科学。6号的首马说，看天气预报要下雨，怎么办？啊，不知道，不是首马，是比赛，抱歉啊。下雨这个很可能就不能 PB 了。好像这2天大阪城里都有活动。好，下一组。因为昨天大阪城这儿就在布置，我不太懂是什么。你们看这前面这种跟个轿子似的，但是拍的好像是个神。看就这种。有懂的小伙伴儿，给弹幕评论一下，好像说是和棒球有关系。啊，前面跑来的是他们，打个招呼，333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还有。Morning， 这次买的绩效贴贴不住，还是拿手里吧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还有20多秒，下雨 PB 的可能性不大了，除非您是新手，就是1年1次比赛，那肯定会大幅 PB。下雨要准备什么呢？准备一次性雨衣，起跑之前再脱。穿一双别太吸水的鞋和别太吸水的袜子。下一组。332，我要稍微减一点速，下降速必须要减一点速。最后一个训练日不应该这样。之后就是建议戴臂套，虽然表面看上去臂套吸水，但是会让你的胳膊舒服一些。吃能量胶的时候不好撕，可能会比较滑。然后还要看赛会组织的怎么样，水站那种，它这次东京就是在上面有一块板儿挡着，一层一层的。我家之前跟家属开玩笑，怎么喝水呀？这杯子放在那儿没倒水呢就满了，对不对？其他没什么，不用太担心，平常怎么跑就怎么跑。但是如果您从来没有雨天跑过步的话，一开始小心一些。又一组。看这个牌子就是封路通知。
17号，17号，看说错了，一开始。面包房特别香。像我不光下雨训练，我有时候经常赶上强度课是雨天。那时候有一次大暴雨，我是5个1600，在东二环，那些桥底下都有积水，特别带劲。336，好一些啊。Stride 新出的那个2个 Stride 配合的模式，我应该会测试。我给他们写了个邮件询问，如果人家不理我，我就买一个。但是普通的爱好者，就算您是严肃训练的小伙伴，我觉得可以观望，因为带给您的新的东西没有想象那么多，而且是要会员订阅的，会员每个月也要钱。一到比赛就老觉得开始就不太对，没劲儿，跟平常不一样。我也这样。我最近的2次，为什么我总说到今年东京我可能算是从容一些了呢？之前都这样的。马上下一组了，走。比赛跟训练感觉不一样，很正常，因为其实您潜意识里、您的心里准备那么长时间了，您期待的是比赛的时候会比训练时候更好。但是马拉松是个系统工程，不可能因为1-2周的准备就会好很多。潜意识里您的状态没达到您的预期，反而会觉得比平常累。还是那句话，别想那么多。334，十月29号的比赛，跑了3小时13，想问问我破3有什么建议？就首先您评论里说私信我也没回。就是这样的，兄弟，我有时候力所不能及，你要咱们互相理解好吗？破3特简单，320公里1个月，跑1年，不管怎么跑，稳稳的、开开心心的破3。成年男性啊，如果是成年女性的话，加跑量也不现实，跑2年，因为确实运动上男女有别的差异比较大。尤其是这种运动。下一组，哎呦，来嘛！所以女性跑者厉害，所以大家看好多定的标准，女性比男性慢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。或者还有吃的，泡面嘛。您就别想太多，就把跑量拉起来，坚持住。用不了1年，半年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变化。咱们频道里有小伙伴分享了这种体验。332又快了，因为刚才一有人的时候，我就会越想说话，越想赶紧跑过人家，不自觉的。训练中补给，我只有在夏天训练中喝水，
在北京的时候，用那种一次性的食品袋系一扣，咬破了喝完就扔了，找垃圾桶。这边是没有垃圾桶的。我带了一个软水壶，夏天的时候，所以也是今年开始穿，特别喜欢菲比特那个裤子，那裤子确实挺合适的。我现在穿的也是一条菲比特的普通短裤，不是反弹和压缩。今天热起来了，这两天气温略有回升。再拍一组，咱们就训练之后见了。掉头，走。掉头原因是前面还得掉，不想在快的时候掉头。335，就是泡面，2个壶烧着热水。行，那咱们一会儿最后2组再见。还有最后一组，刚才倒数第2组3分36，好像是。那边那活动已经开始摆那个，就那推着的车了。后来还是没控制住，感觉今天状态不错，难得的最后一个训练日状态不错，中间几组都在3分30左右，最快的一组是3分26，好像还有几秒，3、2、1、0，走。最后一组3分18，还是有点累的。还有最后2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跑完步以后脚就前脚掌的骨头疼，怎么办？我在刚开始跑步的第3年有过一段时间，所以我老说4年到5年是一个节点，过了这个节点就不会有很多不期而遇的东西出现了。这真的没办法，我试过很多办法，抹药也没用，因为它不是太吸收那个地方，就是所有的筋膜、韧带这种不舒服损伤是很不容易很快好的，因为血管少。泡脚其实不治本，后来怎么好呢？跑了1个多月就好了，没事儿。还有一些小伙伴跑了4个月，一共跑了200多公里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也可能是您每个月200公里。意外的抽中了12月份的深圳马拉松，全程怎么办？
想全程跑下来，我觉得当然要看您的身体条件，您要是有基础可能行，您要是以前是微胖人群可能不行，肯定得走。好好看参赛手册，就是30公里的那个点不要被关门，您就能完赛了。如果您30公里那个点在关门时间之前过去了，说白了最后的12公里您走下来稍微快一点也不会被关，因为一般比赛都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首先它跟封路有关系，还有就是他要考虑到起跑的时间，像靠后的小伙伴可能枪声成绩要比净成绩甚至多10几分钟。我2015年北京多了15分钟，我是 G 区，所以您可能一开始也是比较靠后。等您起跑的时候，它关门时间是按枪声算的，所以对您来说，唯一需要攻克的目标就是30公里。差不多评论都回完了。再预告一下，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天儿。那咱们训练之后见了啊，加油干！11月4号星期六清晨6点59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给自己加一个强度课，因为这之前的比赛加上生病，造成了训练确实是不规律，连着2个月跑量都有点少。这4天结束，正好是从10月1号到今天，我下午应该还有一个放松跑，跑完应该这4天是80多公里，还是要继续往上加，继续努力。我最刻苦的那一年，可能4天多的时候能有90多公里。今天是一个小课表，热身大概热了4公里左右，3公里多。之后是20组，1分钟快，1分钟慢。快的那1分钟呢，基本上在330到335之间，有几组进到了330以内。最后一组是318，之后冷身跑回家，一共又跑了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39，我会都贴在屏幕上。最快的一圈是318，平均心率是153，最大心率跑到了177，功率平均217。平均步频199，步幅1.08米，就是108厘米，6.2垂直振幅，触地时间184，一共跑了1小时19分钟。我的手表根据我的年龄、性别、体重算出来，只消耗900多千卡的热量。所以说跑步减肥这个事儿，怎么说呢？还是得管住嘴。我原来去年冬天说过好几期管住嘴的事儿。今年又有新的想法，回头再跟大家聊。明天直播，明天早晨就休息了。这个周期其实调整的不错，从第一天合练那天还只跑了一半，觉得特别的累。那天还有比较明显的感冒的感觉，就刚刚康复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次选择放弃周末的比赛是正确的，否则这一周又调整不过来，然后下一周再恢复一周。下个周末应该是10号左右吧，可能就立冬了，然后进入冬训，进入的又匆匆忙忙，感觉不是很从容。所以先把这周的比赛放掉，努力的去准备明年的大阪半马和全马。哦，对了，给半马的组委会打过电话了，磕磕绊绊的和日本人用英文交流了一下，然后说明白了，他会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愿没有中间不会再出问题，再出问题也可以再打电话。所以也许可以在 A 区出发了，而且没有让我提交成绩，他就问我是哪一场，我说是上一场的东京的半马，他说哦是东京的半马，然后他按我的名字和我的号去查一下就行了，还是不错的，行吧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进入冬训，好吗？大家保重身体，那咱们不出意外，明天下午见啊！